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2026年的6月12号，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 发生了。SpaceX， 马斯克的太空公司登陆了纳斯达克，代码 SPCX， 募资的规模呢750亿美元，开盘的当天市值冲高到了2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募股，没有之一。在它上市之前的前几天呢，加密圈就开始沸腾了。Bybit、币安、Bitget， 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大的交易所，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推出了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 ：SpaceX 的代币化股票认购。他们的市场宣传是这样的：用加密货币参与 SpaceX 的 IPO 认购，在现货开始交易之前抢先上车。这个听起来诱惑非常大。SpaceX 这种公司的 IPO， 传统渠道的散户他都抢不到。现在呢，突然有人告诉你，不用券商，不用排队，不用几十万的门槛，你在加密交易所充点 USDC 就能够上车史上最大的 IPO。然后呢，几十万人冲了进去，光是币安一家就吸引了 5.57 亿美元的链上认购，将近 2.77 万个地址。Bitget那边呢，30分钟就超额认购了4倍，额度从300万美元一路扩到了1300万。再然后呢，所有的人一股都没拿到，全部退款。但钱退了不等于没有事儿。这次交易所偷走了你身上最值钱的一样东西，而且呢，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退款的单子上。我们慢慢的来说这件事儿。我们先来看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去看看这些交易所卖给你的到底是什么。它其实不是真正的 SpaceX 的股票，而是一种代币化的凭证。它的设计逻辑呢，原本是这样的：你去认购，交易所呢拿你的钱去市场上买真正的 SpaceX 的股票，买到之后呢，托管起来，再发一个1:1对应的代币给到你。听起来非常合理，有着底层真正的股票撑着，不是凭空的发币。但问题就出在中间的那一环，去买真正的股票。要看懂这一环为什么会崩塌呢？我们得先花上几分钟去搞清楚一件事儿。SpaceX 的这种公司的股票在正常的情况下到底是怎么发到投资者的手里的？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以为 IPO 呢就是公司把股票挂到交易所里边，谁想买就去买，谁想卖就去卖。不是的，在它正式开始交易之前呢，股票的分配走的是一条非常严格、非常有等级的链条。最上面的呢是发行公司，也就是 SpaceX 自己，它下面是牵头的承销大行。这次 SpaceX 找了21家银行组成了承销团，由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美银、花旗这5家来牵头。这些大行呢是真正的能从 SpaceX 手里边拿到股票的人。再往下看才是各家的券商，富达、嘉信、Robinhood 这些，他们和承销团签了正式的协议，能从承销团那里边分到一批配额，再发给自己的散户客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张餐桌， SpaceX 呢是出菜的，承销大行是端菜的，券商是餐桌上有座位的客人。只有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才能够分得到菜。所以最关键的是能不能坐在桌子上，决定了你能不能吃到菜。那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卖给你 SpaceX 代币的加密交易所是从哪个渠道来购买 SpaceX 呢？答案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渠道直接去买，他们都依赖同一家公司 X-Stocks。X-Stocks 是 Kraken 旗下的一个代币化证券平台，也就是说，交易所把拿货这件事儿几乎整个都外包给了 X-Stocks。那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把刚才那张餐桌图拿回来再看看， X-Stocks 坐在哪里呢？答案很尴尬，他根本就没有坐在这张桌子上，他不在 SpaceX 的承销团里边。
也没有和那21家的银行签下能保证拿货的协议，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作为。那他怎么拿货呢？他只能像一个站在餐厅门口没有定位的普通客人一样，等桌上的人吃剩了，或者是去抢二级市场上散户的那一点点的份额。那现在我们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座位的人，在一个全场爆满、4倍超额，连有座位的华尔街大客户都吃不饱的饭局上，他抢到菜的概率有多大呢？几乎为零。这个就是这件事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Xdocs 拿不到货，它不是什么意外的黑天鹅，而从它的所处的位置就能够推算出来的大概率会发生的一个结果。那么既然这样，现在的结果那就一点都不意外了。Xdocs 拿不到货，它就只能向交易所摊牌，没法交付。交易所呢也只能宣布认购作废，本金全部退还。有些交易所呢还进行了补偿 ，Bybit 多补10%，币安拿出100万美元的代币分发。所以从表面上去看，好像这件事也没有那么严重，钱退了，补偿也给了，没有人卷款跑路。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不就没事了吗？但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钱有没有退，而是这个结果本来就是可以提前预判的。既然这样，我就有一个疑问，连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散户坐在这里花1分钟的时间，我都能看出来 Xdocs 大概率拿不到货。那些有专业的团队、有法务的团队、有风控的团队，天天设计金融产品的这些大的交易所，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很多人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很蠢，没算到？但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傻，他们是详细的算过一笔账，只不过这笔账对他们更加有利。我们先换一个角度去问 SpaceX 的股票到底是不是这些大的交易所真正想要的东西呢？答案是不是。你要明白，对于一个交易所来说，认购本身赚不了几个钱，手续费那点东西根本就不是目的，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3样东西。第一呢是流量和新的用户。SpaceX IPO 是2026年最大的公众注意力事件，平时根本不碰加密的普通人不会去下载一个交易所的钱包，但能上车 SpaceX 这个噱头，能让大量这样的人第一次为了这件事儿去注册，去做实名的认证，去往加密的钱包里边充值 USDC。我前面所说的币安的那些数字，2.77万个地址，5.57亿美元，对你来说呢，那是参与的人数；对交易所来说，那是真正的客户的增长。哪怕最后退款了，这些新注册的账户、新激活的钱包、新冲进来的资金全都留下了。他们花的成本是什么呢？一次退款加一点点的补偿，换来的是一次几乎免费的自带传播的大规模的拉新，这笔账太划算了。第二呢，是你被锁住的那几天和被占领的心智。为了认购，你得把 USDC 锁进平台好几天，这几天里边你的钱实实在在的沉淀在了它的平台里边。退款之后呢，很多人的钱不会马上就提走，顺手他很有可能就在平台里边交易了，这就把一个潜在的用户变成了账户里边有钱的一个活跃用户。更重要的是，当全世界都在讨论 SpaceX 上市的时候，你脑子里会留下一个印象，是 Bybit， 是币安让我差点参与到这个事里边。这次没成可能不要紧，他真正想传递的一个信号是，下次再有这种大的事件，记得先来我这儿。第三呢，这是一场交易所之间的军备竞赛。注意一个细节，这几家的 SpaceX 的代币几乎是同一时间上线的，这个不是一个巧合。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对手都上了 SpaceX 的认购，你不上，你就是把这波最大的流量白白的送给了竞争对手。所以哪怕你预判到了大概率拿不到货，你也不敢不上，因为不参与的确定损失比参与后退款的可控的损失更加难受。所以呢，最后大家一块来冲，一起翻车，一起退款，但拉新的目的每一家交易所都达到了。而最能说明他们不傻的是在条款里边的这一点，非保证认购再加上拿不到货就全额退款。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预先设计好的退路，
如果真的拿到货了，赚到流量，还真的交付了产品，完美。如果拿不到货呢，退款损失可控，但拉来的用户和资金已经到手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下行有限、上行可观的赌注。对于一个增长导向的平台来说，这种赔率不对称的机会，理性的选择就是上。他们不是没算到坏的结果，他们是算到了，但坏的结果他们也非常愿意去接受，他们得到的远比损失的要大得多。好的，我们现在呢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钱退了，你作为一个散户到底亏了什么？表面上去看你什么也没亏，本金原路退回，有的呢还多拿了补偿，但这里边有3笔隐性的账，这3笔账才是这次真正的一个代价。第一笔是你的资金和操作成本，你的钱呢被锁了好几天，这几天你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更隐蔽的是，很多人是专门为了这次认购才把法币给它换成 USDC 转进平台的，你承担了汇率、手续费、操作的全套摩擦成本，最后呢什么也没拿到，这些钱它是不会有人退给你的。第二笔也是最贵的一笔，是你的行为被重新给训练了。这次认购的体验本质上是在奖励一种行为，看到热点就冲，锁仓去赌一把，哪怕这次你没有亏钱，它也在帮你把这套反射的模式给它固化下来。下一次遇到下一个热点，某一个命币、某条新的公链，或者是某一个独家的通道，你会非常容易的再冲一次。平台呢，等于用一次安全的空欢喜给你打了一针最高的预防针，悄悄的降低了你下次的警惕。而追涨杀跌 FOMO 上头，恰恰是散户在加密市场亏钱的头号的一个原因。它没让你这次亏钱，但它在训练那个未来会让你亏钱的你。第3笔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觉。退款这个动作可能给你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你会觉得你看出事了平台会兜底儿，但你要想清楚一件事，这次能够平稳的退款是因为底层根本就没有买到货，钱原封没动还在那里，这是一种特别简单的情况。如果换一个场景，代币真的发出去了，然后底层资产出了问题，平台还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给你兜底儿？答案是未必。所以这次的平稳退款会让你高估平台在复杂的情况下的保护能力，而高估保护是要在下一次出事的时候用真金白银来还的。所以呢，这次事件里边发生了一次悄无声息的风险转移，平台拿走了所有的上行的好处，流量、获客、品牌曝光，而下行的代价呢，空欢喜、资金的占用、被训练坏的习惯、被透支的判断力，全都分摊给了散户。退款让这场转移看起来没有伤害，但它消耗的是你身上最难重建的2样东西，你的判断力和你对这个行业的信任，这2样全都不在退款单子上。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那是不是代币化股票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呢？我觉得不是，恰恰相反，代币化现实资产 RWA Real World Assets 是很多人公认的加密走向主流最重要的一座桥梁，把股票、债券、房产搬上链，理论上它能够让全世界的人7×24小时低门槛的接触这些资产，这个方向是绝对对的。这次事件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它帮我们看清楚了一件事儿，问题呢从来就不在区块链上，区块链这套技术发币托管1:1的映射全程运行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去市场上买到真的股票，这个最传统的环节。所以 RWA 要做对，关键不是技术它有多炫，而是有2个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呢是有没有座位，这个词儿你已经不陌生了，还记得那个餐桌吗？发行公司出菜，承销大行端菜，有座位的券商才能够分得到菜。富达、嘉信、Robinhood 都是有座位的人，而 XStocks 站在门外排队等候。这个就是 RWA 的第一道门槛，能不能把资产真正的搬上链？第一步根本就不是技术，而是你在传统金融那张餐桌上有没有一个座位。没有座位，后边那些再花哨的代币化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这次的塌方塌的就是这个地基。第二个呢是先有资产再谈代币化。这次呢有一家叫做 Denary 的代币化的服务商，他没有参与这场闹剧，但我觉得他的说法特别对，大意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在合规的框架下真正买到并且托管底层的股票，那你手上根本就没有可以拿来代币化的资产。这句话呢点破了整件事的本质。这些交易所卖给你的从来就不是股票的承销的配额，他们卖给你的其实是我有把握能买到货的一个口头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呢，它根本就没有资格兑现。我们再看一个正面的对比，同样是做股票代币化 ，Robinhood 早就在做了，而且做的比这些交易所要早得多。但你注意它的玩法，在美国市场，它用的是自己持牌券商的正规的身份，也就是它在那张餐桌上是有座位的，走真正的承销分销的渠道，能拿到真正的股票。而它的代币化业务呢，是在监管明确允许的欧洲市场，有座位有牌照，先把底层的资产和合规搞定，再谈代币化，这个才是 RWA 落地的正确姿态。那么在这次事件当中，为什么这种先宣传再说非保证，最后退款的这种操作在加密的圈子里面会反复出现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平台来说，这个买卖稳赚不赔，赢了赚大的，输了也就是退个钱而已。只要这笔账还是这么算，这种事儿就会一遍又一遍的再来。下一个热点一出现，同样的剧本换一个主角再演一遍。而每演一次所烧掉的不只是这批散户被锁住的那几天的钱，烧掉的其实是整个行业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信任。加密在外面的人眼里本来名声就不太好 ，rug pull 骗局画大饼，最后交付不了。RWA 股票的代币化本来是个翻身的好机会，这次 SpaceX 本来可以是一个加密真的接上了传统金融的一个高光时刻，结果呢又变成了一次吹得震天响，最后啥也没拿出来的一个乌龙事件。这种操作看着没有坑到水，但其实呢是在透支整个加密行业。他把最该被珍惜的信任当成了便宜的获客的燃料。最后呢送一句话给到这些加密交易所：花活谁都会，说到做到才是真正的本事。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那么流量来的有多快，走的就有多快。好的，最后呢，再简单的 update 一下 OpenClue 的这张新的卡片。今日总判断，它看起来只是一句话，但背后呢，其实不是拍脑袋，它会把价格、资金流、波动、情绪、链上数据等很多个指标放在一块儿，最后压缩成一个今天的市场判断。目的呢也很简单，是把复杂的市场信号用一句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讲清楚。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你更好的了解加密后边的这个本质。欢迎关注加密星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